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9月11日晚间18点52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我们看一下外围市场表现啊，道琼斯工业指数最近3个交易日出现了连续的反弹动作，但这里呢我认为它仅仅是一个反弹，因为呢道指在出现周线级别2轮半的周线级别下跌吸油之后，完成了一轮周线级别的反弹。反弹之后遇阻这里，遇阻60日均线，然后出现下跌。下跌的时间周期我们要注意一下啊，下跌的时间周期呢是日线级别的。一轮日线级别下跌吸油完成之后在这个位置呢出现了第2轮的日线级别下跌吸油，但行情是有这个方向的转变的。目前连续3个交易日的反弹呢，已经吞没了第2轮日线级别下跌吸油的一个悟空阴线组我们看第一根阴线呢，也就是8月31日的这根阴线是悟空阴线，标志性的阴线，标志了第2轮日线级别下跌的起始位。但是呢，这个起始位在连续3个交易日反弹过程当中已经被杀死了。那么我们怎么看这轮道琼斯工业指数的反弹呢？我认为它是在日线级别下跌吸油之后要做出了一个换一个时间级别。也就是4小时级别的反弹动作。当然了，老虎证券这里面没有4小时级别，我们就用这个2小时级别去看一眼2小时级别它已经走出了一轮2小时的反弹吸油。那么接下来呢，还有一些空间上方还有一些空间，直到它完成4小时级别反弹吸油之后才会继续做一个下行动作。那么行情整体上道指来说，对于道指来说仍然处在一个下行的趋势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道指完成2轮半的周线级别下跌吸油之后，它做出一轮反弹一轮周线级别的反弹。目前周线级别所在的位置呢是8季阴线的这个位置，我们看到了8月22这周是悟空阴线那接下来的目前所处的位置是8季阴线的这个势力范围。所以呢，道指目前只是4小时级别的反弹，它的下行趋势呢依然处在周线级别的下行趋势当中。但是反弹对比特币的影响就很大了。我们回到比特币的行情来。首先呢，我们在前天也就是周五这天观察到了比特币的反弹达到了10%。这10%的反弹呢，我认为是一个标志性的 K 线我们回到这个Bitfinex回到这里，然后去看它的这个标志性 K 线。标志性阳线出现之后它是一个日线级别的反弹幅度达到10%10.61%。这么大的反弹呢，它会构成一个悟空阳线。同时呢，这根悟空阳线呢脱离了我们看到绿色的这个下跌趋势。绿色的下跌趋势当中呢，我们看到它是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那么目前的反弹呢，时间级别是什么呢？是它做了一个4小时级别的反弹4小时级别反弹的一个标志性阳线呢，是在9月9号8点这一根4小时级别反弹的悟空阳线。整轮4小时级别反弹之后，它要做一些调整动作。目前做的调整动作还没有达到小日线级别，直到它能够达到小日线级别之后它才再次进行一个4小时级别的接下来的反弹动作。同时呢，这轮反弹我们看到了再次切换时间级别，它是一个日线级别的反弹。日线级别反弹的悟空阳线已经走出来了。那么它这里就容易出现与下跌时间周期相互对称一个时间级别的一个反弹。那么下跌过程当中呢，我们从8月19日这根阴线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那么当前的反弹它的时间级别我认为也是日线级别的我们看到了这轮行情呢，主要是以日线级别的上涨、日线级别的下跌和日线级别接下来的反弹时间级别对称方向来回切换这样形成了一个震荡动作震荡动作。这轮行情呢，主要是对比特币从3万美金到17605这么大的区间形成了一个2次回补。当然了，最近2个交易日我们看到了行情变化很小，因为它正在这里进行震荡调整。调整的目的呢是要把这个获利的在底部抄底在底部19000美金、18000美金低点是18500嘛，这个低点抄底的获利筹码消化
消化完成之后还会继续走，因为上方是有反弹空间呢。我们看到这个反弹空间呢是在23500到24000美金还有一定的空间。我们测量一下，在当前位置呢，反弹的空间还有10%左右。从低点来看这轮行情最大的反弹是在25%左右。那通过这轮反弹呢，就对3万美金到17605这个缺口进行了2次回补。2次回补之后，因为这个位置上还存在压力24000到23500美金这个位置上还存在压力。这个压力是哪儿来的呢？就是5月份震荡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这里面震荡，我看多少个交易日一个月整整一个月30个交易日这个震荡呢引发的波峰连线在23500到24000美金区间构成了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压力。这个压力呢在前面行情当中，在8月16日本轮行情第一次反弹的这个过程当中起到了第一次的作用。那么第二次它在发挥作用关键性的点位就在23500到24000，反弹空间还有，反弹趋势还在，但是这个反弹空间呢是很小的，我认为是很小的走到什么时间呢？我认为是走到9月底9月底到10月初10月初会有一段时间的下跌下跌到10月中旬，然后再次反弹。我们都知道10月份是比特币月但是比特币月对于熊市行情来说，我认为是不生效的不生效的。只有到牛市的行情当中，比特币月像去年是比特币月然后也是大牛市比特币第3次减产牛市嘛然后比特币出现了非常大的涨幅建立了高点接近69000美金。那么现在是一个熊市下跌行情，行情是在反弹过程当中，但是它的反弹空间是小的，反弹的时间呢，我认为还有20天左右把这个反弹完成之后呢，还会继续进行下跌这次下跌呢也是与这个5月份5月份开始的，从3万美金到17605这个下跌呢是相互平行的，同时呢也与8月中旬的这波下跌也是相互平行的。在行情当中我们会看到很多这样的平行的下跌，平行的反弹，这里面一定要记住所以呢我们在当前反弹趋势过程当中怎么去做呢我认为如果能够回踩目前我画的这个收敛三角形，也就是能够回踩20500美金附近这是一个可以布局多头的一个时间点日线级别的悟空阳线一旦出现，就有可能发生日线级别的上涨吸油，这也要注意。同时更要注意的一点是，进场就要把悟空阳线的开盘价悟空阳线开盘价目前是19323，把这个位置附近呢设置止损，如果行情发生变化，立刻止损出局。同时呢，目前来看行情的熊市还在怎么说这个熊市呢？我们怎么应该布局空单呢？我认为是顶到5月份形成的这个波峰连线连到这个23000美金之后，再布局空单下方呢还有很大的下跌空间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它的下跌空间有多少呢？我们之前预测它的下跌位置是在10500美金附近。如果到达10500呢，它的下跌空间还有一半50%。如果5倍杠杆去在上方去做的话50%就是乘以5乘以5之后就是250、260这样大的一个做空的获利空间。那么上方的空间是小的，下方空间是大的，但是我们在行情当中也是应该适时的调整自己的方向在现在的这个行情当中，它是有所反弹的。空头要耐心等待点位，多头呢在回踩之后布局，然后要谨慎操作，设置止损的同时，然后对反弹有一个日线级别的预期。在行情当中呢，我们给出大家的建议我给出大家的建议就是不伤害别人的同时，也不要伤害自己怎么做到呢？控制仓位，
控制止损，同时呢控制自己的倍数啊，控制自己的欲望。对于以太坊来说啊，我们认为以太坊对比特币正处在一个下跌趋势当中啊。怎么说呢？因为在9月9号这一天，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出现了一个标志性的阴线，也叫悟空阴线。这种情况下呢，它容易走出一轮日线级别的下跌细流，所以呢，我们目前观察到以太坊对比特币是滞涨的啊。同时呢，在这个下跌细流的上方啊，我们看到了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啊，非常接近于前高，在前高的位置的影响下，同时在日线级别悟空阴线走出来的情况下，那么以太坊对比特币是滞涨的。那么我们看啊，以太坊目前处在什么位置呢？我们看啊，8月29日这一天出现了它的日线级别标志性阳线。有了这个标志性阳线之后啊，后面连续几个交易日出现了震荡。那么目前来看啊，以太坊对 USDT 的交易对正处在这个沙僧阳线的势力范围。同时呢，我们观察到啊，这轮以太坊的反弹出现了突破两个重要压力线的情况。这两个重要压力线是从哪儿来的呢？我们认为是从5月份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延伸过来的啊，延长线过来的。延长线的位置呢，位于$1600到$1650。同时呢，这轮反弹突破了周线级别。我们看啊，周线级别弧形的波峰啊，波峰形成的连线，这个位置呢也位于$1650。那么站上$1650之后，上方有两个重要的压力线。这两个重要的压力线呢，是由高点位置，也就是以太坊$4800出现之后啊，高点出现之后，波谷连线连接过来的。这个压力线呢，位于1950，然后上方还有个169日均线。所以呢，在重重压力的干扰下、影响下，我们看到啊，它的重要的压力范围是在$1950到$2000附近，所以呢，也是这轮反弹如果能出现日线级别唐僧 K 线啊、唐僧阳线的一个重要的目标位啊，这是对于多头方向的一个目标位。那么空头呢，就可以在$2000附近、$1950附近布局空单啊，布局空单。为什么要布局空单呢？因为到达这里的时候啊，比特币的价格也应该能够到达$23,500。同时呢，我们看到啊，169日均线在这里起到非常重要的压制作用。我们看啊，突破之后啊，在这个位置上突破之后，反弹到169日均线附近，随即被打下来，然后呢，再次接近169日均线啊，这里啊没有到达169，到144这里就出现了回落。那么这轮行情呢，目前是站上了144啊，站上144均线之后，上方最重要的压力就在$1950啊，这也是169日均线和这个白色的波谷连线连接过来之后形成的两重压力，两座大山。在反弹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这个1950附近这个位置是可以布局空单的啊，布局空单的。目前行情有一个变化啊，就是弧形顶目前出现了突破，这个弧形顶长达2年时间，接近2年时间，起始的位置是在2020年11月到2020年12月啊，这个区间弧形顶开始酝酿啊，最终呢见顶于$4000附近啊，$4800附近。见顶之后啊，这个顶部位置出现之后，这条弧形顶对于这个行情起到非常重要的压制作用。但是呢，目前来看，以太坊正在以横带跌反弹，突破了这个弧形顶部，所以呢，接下来的行情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啊。重要的压力线我们在这里看到啊，两个压力线，一个是169日均线，一个是波谷连线啊，在这里面就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压制作用啊，非常重要的压制作用。行情接下来的走势，重要的趋势呢，会对这个$2000到$800啊，$878这个区域上啊进行二次回补。二次回补是从空头方向上的二次回补，所以呢，上方压力位啊1950一定要注意啊。反弹上来之后，修复了大缺口，修复大缺口之后还要进行二次的修复。二次的修复怎么修复呢？就是修复反弹过程当中形成的这个极端行情的这个缺口。
我们一定要知道的是啊，不光是下跌会形成缺口，上涨同样会形成缺口。上涨之后再次下跌的过程会与前面下跌的这些 K 线相互平行。那我们看到了第一轮下跌过来之后，它有反弹，然后再次下跌，再次下跌之后再反弹。那么对于$2000到$878的这个重要的缺口啊，还没有与之相互平行的完整的结构，所以呢，接下来随着反弹的进行啊，一定要注意行情还有宣泄而下的机会。这个宣泄而下的 K 线呢 ，K 线组呢还没有出现，但是我们作为空头一定要注意啊，布局的时间点就是价格点就是在1950附近啊。布局之后呢，我们对行情有一个平行于之前下跌过程当中的一个预期啊。行情当中非常多的这种平行结构啊，非常多的这种平行结构。比如说我们打到周线上来看啊，你看啊，5月份啊，去年5月份高点出现之后，一轮下跌，然后反弹之后呢，周线级别又来一轮下跌，那么这一轮下跌就与前面的下跌出现了相互平行啊，相互平行结构。那么目前来看，从这个$2000附近啊，这一轮的下跌过程还没有与之平行的结构，所以呢，随着反弹的继续啊，下面的行情当中一定会有这个平行结构啊，下跌的平行结构发生，也就会跌破我们之前的一个底部。目前看这个底部是在$1000附近啊，$1000附近。但是以太坊啊，有一轮行情是强于比特币的，这轮行情就是7月份发生的这轮周线级别的反弹。那么我们也要谨慎啊，周线级别反弹之后啊，随时可能发生与之对称的周线级别下跌，所以呢，空头方向是我们接下来在反弹过程当中要缓慢布局的啊。当前时间点事实上是处于反弹过程，在反弹过程当中啊，要缓慢的布局我们的空单。特别重要的是$1900附近啊，你可以理解为1900到$2000啊，行情没有人能说的那么精确，但是这个范围啊，我们已经给出来了。那么今天是8月几嘛？昨天是8月15，今天是8月16啊。我认为那个 Luna 作为月神啊，在这轮行情当中啊，突然上涨了410%。上涨之后呢，我们看到日线级别出现了一个非常巨大的日线级别阳线，同时呢，把它切换成4小时级别，它的4小时级别。这种4小时级别的上涨气流还没有结束啊！我认为这轮行情它出现了4小时级别的悟空阳线之后，正在走的是4小时级别的八线阳线组。那这种情况下呢，起码在4小时级别上，它有可能出现4小时级别的上涨气流。同时呢，如果行情继续，比特币的价格得以稳定上涨的情况下，它有可能走出日线级别的上涨气流。日线级别上涨气流目标位，我们认为起码是在当前价格上是翻倍的啊。所以呢，当前行情Luna处在4小时级别上涨气流的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要把止损位设置在$5附近，然后可以进场现货，一定是现货。我认为它的这种合约行情啊，由于它已经上线币安的那个合约交易对了啊，叫那个 Luna 2，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认为它的合约波动范围是太大了，过于大了，5倍杠杆都容易爆仓。这种情况下呢，我认为进场它的现货即可啊。这轮 Luna 一定是由于资金推动的，因为我没有看到 Luna 有什么特别多的利好消息，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它是由于底部吸纳之后进行的拉升。这个底部吸纳呢，我们看到了，从6月份6月中旬就开始进行，一直到9月中旬，持续时间达到3个月。在3个月的过程中呢，超级主力不断在这里面做波段，然后吸收筹码结束之后前天突然出现了一个拉升动作。那么这个拉升动作呢，我认为是有持续性的因为主力庄家占有市场上最多的筹码，有最雄厚的实力去拉动这个动作。同时呢，现在是8月几也有这个气氛在特别是今天是8月16，8月15的月亮16圆嘛所以呢 ，Luna 还是在近期在短时间内是非常值得关注的特别是它已经走出4小时级别标志性阳线。
那么我们认为啊，这一轮 Luna 行情起码要走出一个4小时级别的上涨细由，甚至好一点的情况下，有可能走出一个日线级别的上涨细由。但是 Luna 这个代币波动非常凶险啊，特别是在突然拉升之后，在小时线，我们看到小时线它拉升幅度达到了100%以上啊，精确是124%。这么大的拉升度呢，后面的洗盘行为也是非常凶险的。这种情况下呢，尽量是做一些它的现货啊，有预期的做一些它的现货啊。目前它的小时线上涨期已经结束了啊，所以呢，它在这里边做这个15分钟震荡调整。小时线完事之后啊，它容易走4小时级别的上涨细由，那么止损位是在$5附近啊，止损位是在$5附近，所以呢可以入场，但一定是现货。如果你是忍不住做合约的话，2倍、3倍即可，因为它波动实在是太大了。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对我 K 线西游战法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淘宝、拼多多、抖音上购买我的这本同名书。同时，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希望大家能够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加我的个人微信啊，个人微信是炊事团。感谢大家，再见。